这俄罗斯啊，把这个大叶辈的坦克都拉上战场了。哎，你看似无奈，但确实是一个妙招。我们中国呢，倒是可以借鉴一下。那有人就说了，这些古董的大叶辈的这些坦克拉到战场上有用吗？那就套网络上那句话吧，哈，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最近咱们都看到了，俄罗斯从远东地区那一列一列的火车呀，就把它老的那些坦克，就是特五四 B 还有特55的坦克往前线拉，很明显是要投入到俄乌战场。说起来，这些坦克呢都不是大爷辈了啊，说起来它都是爷爷辈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些坦克都是1947年到1956年之间生产的，最早特54嘛，后来这个特55出来之后，就是这个特54 B 它不就停产了嘛？那特54 B 和特55这一波，其实就是我们当年的59式坦克，你算起来那可不就是比大爷辈的资格还老，那都变成爷爷辈的坦克了。所以说这些东西已经落后啊，但是它还是挺管用的。作为俄罗斯来讲，现在是不是真的缺坦克呢？倒也没到那一步。说俄乌战场俄乌战事它进行了1年啊，双方在装甲部队的损失，特别是装甲装备上的损失都是很大的，但损失最厉害的还是乌克兰。乌克兰到现在呢，各种装甲车咱们就不说了，就它乌克兰的主战坦克大概损失了都有2000到3000辆了。俄罗斯这边损失也不小，外电的统计呢，现在是说它有1600辆，但从俄罗斯的一些战况上来看呢，可能没有这么多。所以呢，综合评估分析呢，有人就认为俄罗斯这次在俄乌冲突中用的这个特80啊、特90啊，还有它的用的最多的 T72B3M 这个坦克啊，这3种坦克加起来的总的这个损失量大概是1200辆左右。虽然说这还没有伤到俄罗斯的筋骨吧，但损失也是不小的。那现在呢，俄罗斯就把这个大叶辈的坦克 T54、T55都给拉出来，有人说这俄罗斯顶不住了，倒也不至于。这东西啊，你说它管不管用？挺管用。哎，当然，你说他去对阵乌克兰现在的这种俄式坦克，或者说对阵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坦克，那肯定不行，那干不过的啊。可是呢，他要换一个别的什么用途，他还管用了。你就比如说吧，如果进行这个城市战、进行这个攻坚战的时候，那他的对手就不是对面的重型装备啊。那这个坦克不说别的，它起码可以当成自行火炮用，甚至当成城市突击炮来用。这个东西还真的管用。那这个坦克再老，只要它这个状态还是可以的话，那和这个步兵配合起来进行攻坚战，那还是挺管用的一个东西。况且呢，这些坦克早就是俄罗斯进入边宇体系里的坦克了，它折旧什么也都给弄完了啊。那现在呢，进行各种恢复改装，它总的成本平下来之后，这一辆坦克很便宜，大概20来万美元，100多万人民币的这个价，那这太便宜了。看美国援助标枪反坦克导弹，那一枚都10几万啊，从这个经济成本和消耗上来看，那还是挺划算的这么一件事儿。所以俄罗斯实际上现在搞的是一个田忌赛马的这个事情，就看上去我这个老坦克是很弱的一个东西了，但是相对于你乌克兰的要打巷战时候，相对于那些步兵和守军的来讲，那我还是强的。用这个强对你的弱，它还是管用的。通过这一件事啊，我们倒也真能看出来几点。这第一个呢，现代战争啊，我们老听到一说啊，什么卫星定位、精确制导啊，什么这个打来打去啊，其实弄到最后，现代战争啊，打到最后还是这些最基础的装备，拼的是什么？拼的是国家的国力。我们老说血战到底，血战，这血战啊，其实弄到最后拼的就是血拼。血拼的什么？就是谁的血比较厚，谁的家底儿比较厚。这第二一点呢，我们也看出来，就是储备。武器装备的储备，这也是你战争能力的一部分嘛。储备在某种程度上比你的产能还更重要，当然二者不可缺啊。因为这个产能啊，有的时候你赶不上趟的。就算你产能再大，你一下能搞出这么多东西来吗？俄罗斯那不同啊，库存的可能有好几千辆这个大爷辈的东西，好几千位大爷在那儿等着，一下不行，我把这大爷拉出来，那一下就变成你大爷。这个储备有时候非常要，所以在面临危险、要面对一场军事冲突的时候，这个储备一定要做好。那从这一点上，很多朋友就联想到说，俄罗斯既然可以这么干，那我们将来如果在台海需要一场统一之战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考虑把我们那些老东西，把我们中国大爷也拉出来啊。你比如说，我们有那么多的1006啊、1007啊，那些退役的之后已经进行了边域处理的这些装备，我们可以把它改装，比如说做成这个无人机进行侦察呀，进行一次性的这个消耗啊，这都可以啊。改装费用也不高，你像1006这种飞机，如果能保持正常飞行状态，我们又不要求它有多高的性能，是吧？100、10万人民币就能改装好，那成本也比较低，让它飞过去，哪怕是阻断对方的防空通道，消耗它那些防空武器，它都管用啊。当然，
这也是思路之一。将来会不会这么用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。